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电商频道。最近做跨境电商的中国卖家越来越多，那很多新手朋友一开始就卡在一个问题上：独立站到底是用 Shopify 呢，还是用 Wix？ 这期视频我就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快速让你弄懂这两者的一个定位，还有搭建的流程、收款与价格的一个差别。那这里其实听的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平台，一个是 Shopify 一个就是这个 Wix。 这两个平台它在全球都是非常知名，很多人都在用。但是对于新手一上手你可能会特别的懵，那就是功能太多，价格不一样，差距大，那我们到底该选哪个呢？所以今天如果说你也在这里呢，如果说你也想要做跨境电商，这期视频呢建议你一定要看到最后。今天呢，我就会给大家分享也带你一次性给你讲清楚这个 Shopify 呢，还有 Wix 到底有什么区别，适合哪一类的卖家。那新手呢，用哪一个上手比较快，以及如何使用最少的投资呢，来搭建出一个最专业的、还能正常收款发货的一个独立站。无论你是刚开始了解跨境电商，或者打算从一些什么速卖通或者一些什么1688里面去铺货出海，还是准备升级产品来做一些品牌那这些内容呢都可以帮助你少走弯路。看完这些视频呢，你就知道自己如何选择哪一个平台这里呢，我这个频道呢也是给朋友们分享电商方面的知识感兴趣的伙伴可以订阅一下我的这个频道。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开始。首先呢，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平台的背景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Shopify。 那 Shopify 这个平台呢，它其实已经非常久了，应该是从2006年开始的，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差不多10年了，而且它还是一家上市公司。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今天的一个实时的一个股价这里呢，现在呢它的一个股价是149.61美金。所以这个 Shopify它还是一家非常有实力非常强的一家公司。那最早呢也是有2个做滑雪装备的人自己建的网站。最初这个商店的话，它其实不是叫 Shopify 的，因为确实找不到好用的一些建站的工具他们就干脆呢就直接自己开发了一个大家知道，其实现在呢真的Shopify 呢，它现在呢名气是非常的足，也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独立站电商平台。Shopify 呢是一站式电商建站工具甚至还能结合他们自己的一个 POS 系统，在线下门店收款也是完全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Wix 那这个 Wix 的话，它其实更像是 Wix 呢，它更像是一个瑞士军刀它是通用建站加一个轻电商无论你是想要做博客，或者做作品集，或者做官网一些单页面，一些都能做。还可以加上一些按需啦，加一些商店的，它里面有一些模块。那它主要呢适合内容展示为主比如说在顺带卖点东西的这种场景。而且现在 Wix 它其实对新手也超级友好你不用写代码呢，也可以做出一些专业感十足的一些网站。我自己也使用过 Wix 它是可以从个人博客到网上的一些商店都可以轻松帮我们搞定的。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 Wix 里面呢，它是有很多的一些模板，很多的 APP。 这里你可以看到随意点一个这些都是一些现成的模板。那么你随意选一个呢，就可以做出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它的灵活度呢是非常的高。那么不懂技术的一些小白呢，也可以轻松上手。所以说呢，其实这两个平台都还是挺好用的，各有各的强项。你要说选的话，其实还真的不知道选哪个。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再来深入的分析一下他们具体怎么用。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 Shopify。 那么重点来了到这里呢，如果说你还没有 Shopify 的一个账号的话，这里我会 Shopify 的一个注册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那大家可以暂停视频去打开链接，打开链接之后呢，你会跟我一样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快速的来注册一个 Shopify 的一个店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 Shopify 呢，它现在是提供免费3天试用无需信用卡，输入你的电子邮件呢就表示就可以使用，免费使用3天。3天免费结束之后呢，你可以享受1个月6美金，相当的人性化我们第1个月只需要几美金，还可以再用1个月。咱们就先来试用这个3天，来先看一下，免费试用一下。我们点击这里开始免费试用，这里我们确认一下验证一下。有的时候在这里会有点卡，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建议这里呢把你的地址切换到美国。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注册一下。首先可以看到这儿它可以使用电子邮件注册，也可以使用 Google 邮箱注册，也可以使用苹果 Apple 注册，也可以使用 Facebook 注册注册的方式很多。
那么这儿我们可以你可以直接选择去邮箱注册哈，这儿我就直接点击，我已经注册过了，我就直接点击去登录。这里你按照它的步骤呢，一步一步往下走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它会出现一个付款的页面，这儿我们可以暂时先跳过。好，那接下来它会有简单的问你一些问题哈，这里你可以简单的选择一下他问你是想在哪里销售哈，你是有网站还是博客还是网上销售？那么这里就先随便选一个，点下一个。问你是现有业务还是一些新的？是新的就点新的问你打算卖什么？比如说这儿呢，我还不知道，我就稍后再决定，点下一步。这个时候他就在帮我们创建我们的一个 Shopify 的后台，帮我们搭建我们的 Shopify 网站。可以看到速度非常的快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这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 Shopify 的商店后台你看其实很简单哈，就简单几步，那么我们的店铺就已经注册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左边这里就是一些相关的功能。如果你进来的话，发现这个里面它是英文的我们这儿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直接点击右上角，点完之后呢，这里有一个我们的邮箱，点一下它。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一些简单的设置鼠标往下滑。这里就有一个语言，那这个语言可以看到，这个是 Shopify 后台的一个语言所以它是不会影响到你的在线商店后台语言它不会向客户展示的，所以这儿你可以直接选择你国家的一个语言，这里面可以看到主流国家的语言都有。选好之后呢，直接到这个上面来点一个保存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这里面的相关的一些功能。那首先我们的商店已经搭建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商店的一个样子我们这儿直接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在线商店，这里有个眼睛，我们点一下它来查看一下我们的商店。点了之后呢，可以看到在这个上面这里有个查看你的商店，我们再点一下。看到目前呢这个就是我们商店的一个样子因为我们这里还没有上架任何的产品也没有去进行任何的修改它默认的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其实这个页面到时候我们去用一个相关的一个模板把它直接套用去改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这个店铺的话，首页我们稍微装修一下就可以了这儿我就不给大家讲了。之前大家出过一期独立站教程它主要是一个独立站的一个装修店铺的一个装修。这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些视频，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这个右上角和描述栏你点进来看一下。这里面包括上架产品，包括店面的一个装修都讲得非常的详细大家如果说不会的小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些视频，其实也不会很难这些模块的话一拖一拽简单的去把它装修一下就可以。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产品，目前为止呢我们的 Shopify 商店里面是没有任何产品的，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来添加产品也可以选择导入产品，你就可以到这里来进行一个产品的上架。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一键铺货的一些 APP 你都不用你去上架比如说就像这个人作铺，那么这个人作铺就直接可以一键把商品全部导入到你的商店里面来这儿呢其实之前小鱼儿那之前呢其实我也有分享过一些人作铺的一些相关的教程。那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Shopify 加人作铺直接就是一键代发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你可以用一些工具如果说你自己有一些产品的话，你就直接添加产品就 OK 了。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操作后台，这里就是店铺的一个控制中心，它这里有一个产品系列你还可以添加一个产品系列。比如说男装女装你做服装的，比如说你做首饰的，有什么手链项链等等你还可以给你的产品进行创建一个产品系列这里你点击上面这里创建一个产品系列，直接去创建就可以了。那么产品这里你就可以直接去添加产品这儿还有一个跟踪库存还有一些什么采购订单这些创建一些采购订单。这里你还可以创建一些礼品卡这些礼品卡可以直接发送给客户，这个就可以促进店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转化率。其实我们做电商想要的所有功能其实这个 Shopify 后台它都有其实是非常齐全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站。你所有的客户都可以在这里面看到有人到你的店铺有下单的话，这些都能看到包括这里一个订单可以看到你如果说有卖出去的话，订单在这里就会展示，包括一些什么市场营销这些你的最近30天的一些数据这些可以看到，这里面都非常的详细。
那还有要给你的商品打折哈，你也可以创建一些折扣。这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数据分析哈，比如说你今天销售怎么样，你今天的点击率是多少，转化率是多少哈，这个顾客的一个弃单率什么的，这些都能在这里面都能看到。那它还有一个实时的视图啊，可以看一下啊，你当前的访客来自于哪个地方哈，在这里你都能清晰的看到。当前的访客数可以看到销售额、访客次数哈、订单数、活跃购物车、结账中已购买这些哈，这个非常的完善。下面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模板哈。那刚才你看到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在线商店，那系统默认的它其实是没有什么设计的感觉哈，就非常的简洁啊。这儿呢，但是我们可以更换一下模板，更换模板也很简单，你可以在这个在线商店下面这里有个模板，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些常用的免费的模板哈，在下面你可以替换这些模板。那么我们还可以访问这个模板商店，那这里有一个模板库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模板，总共可以看到哈，免费的有多少个？20多个，付费的有800多个。那你可以根据你的品牌，可以看到这边呢，它也有一些分类哈，你可以在这边来选一下啊。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品牌的一个定位啊，你可以在这里面来查找更多的模板，直接去选用就可以了。比如说在这儿啊，我觉得这个模板，鼠标往下滑，我觉得这个模板还不错，可以点击它。下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来预览一下，点击下面的这个预览，可以看到这个模板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么你要做一个在线商店哈，看一下，其实这个是非常的专业了啊，非常的这些上面的一些什么菜单这些都是非常齐全的，购物车这些都有。你想去尝试的话，你可以点击去尝试啊。这儿你可以看到这个 PC 端，这里还有一个手机端哈，它的设计都设计的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流量都来源于我们的手机端哈，所以手机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你也可以选择它的一个免费模板哈，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免费也有20多款，直接去套用就可以了。首页稍微一装修哈，模板一套用呢，一个快速的一个独立站就已经搭建好了。在这里其实一个独立站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它的一个付款收款方式。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左下角，在这里有个设置，设置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就有一个收款。那在设置收款之前呢，我们先点这个通用里面，我们先要把地址选一下，因为你店铺的地址不同哈，比如说什么中国大陆呀，或者是台湾呐，或者是什么日本啊，你地方不同，那它的收款方式的话，支付方式也不一样。那么这里你这儿我就选择的是一个美国啊，接下来我们点这个收款，可以看到，如果说想要完成这个收款的话，我们需要完成账户的一些设置。这儿可以看到啊，可以添加付款方式。其实收款这个里面它是支持一个 PayPal 收款的，但是 PayPal 收款的话，它需要的是你的一个 PayPal 的一个企业号。我们再选择还可以选择第三方的一个支付服务提供商。其实这上面可以看到非常的多哈，那这里面的这些支付平台都可以接入到 Shopify 商店里面来。其实使用这个Stripe收款是非常方便啊，因为它支持一个全球很多国家的一个支付方式。那这个Stripe它是可以实现一个全球收款的。这如果说你还没有Stripe的账号，如果说想要申请一个Stripe账号，之前我也有给大家分享过一期视频哈，使用这个Stripe也是需要一个企业账号啊。这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视频来去申请一个Stripe的账号，这里我也会把相关的链接呢放在视频的右上角或描述栏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期视频。那么收款方式设置好的话，就解决了我们独立站的一大难点。接下来就是一些运费的设置哈，发货配送这些哈，物流相关的这些还有运费的这些设置也不麻烦哈，你根据它这里面相关的去进行填写就可以了。关于税务方面的哈，这个呢其实税务也是一大难点哈。那这个税务如果说你有专业的一个理财师帮你来处理这个问题呢，那就非常的简单。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去找一些兼职的一些人，比如说你可以Fiverr 上面呢有一些专门帮你解决税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哈。这里相关链接哈，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里全部设置好之后呢，我们的 Shopify 店铺就可以上线了。那其实真的哈，这个 Shopify 的一个配置是非常的全的哈，什么库存管理什么订单追踪日常要用的这些哈，基本都有。那在后台呢，这些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去一键搞定。
当然，在这里，如果说你想要正式去上线你的 Shopify 店铺的话，那你需要去订阅 Shopify 的一个套餐。同样，我们在这个设置里面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套餐。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一个选择套餐。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免费试用只是后台的一个预览。如果正式上线的话，你的产品要显示出来的话，是需要订阅它的一个付费套餐的。大家知道，其实刚才看了前3个月呢，都只需要$1。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不可能说到哪里都把我们搬着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或者说我们的手提电脑到处搬着走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需要用我们的手机来管理我们的订单。Shopify 它也有手机 APP 你可以在手机上直接安装它的 APP， 出门不管你出去旅游也好，你都可以在手机上呢轻松的管理店铺的订单。所以处理起来其实真的非常的便捷。那么 Shopify 除了这些它现有的一些功能的话，它还有很多的应用我们在左边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应用，点击一下它。那么这里可以点击所有推荐应用，我们点击在下面在这个 APP 里面发现更多。那你想要实现一些功能你就可以来增加一些应用。那么 Shopify 它的后台里面它是有上万个 APP 应用。基本上呢，你想要实现的一些功能呢，它都能帮你实现。那么 Shopify 其实我们如果说要可以把它比喻成手机我们的手机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 APP， 那么 Shopify 也是一样的你想要实现更多的功能，比如说像手机你想要拍照，那么你可以装一个美图秀秀那这个 Shopify 也是一样。如果说你想要比如说要让它帮你管理你的评价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找一个关于评价的一个 APP。这里可以看到有收集这个产品评论和推荐的一些 APP。那可以看到还有一些什么图片优化SEO 报告的一些 APP。需要什么 APP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来搜索比如说什么销售渠道查找产品再比如说我点一个销售渠道。那就像我们当我们所有产品上架之后呢，首先我们的店铺可能知道的人很少，那我们这里它就可以可以 TikTok 可以免费创建 TikTok 的一个广告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我们的品牌。这我之前也有给大家讲过视频如何来投放 TikTok 的一个广告，如何来创建 TikTok 的一个如何来开通 TikTok 的一个广告账户这是感兴趣的伙伴那么你后期做肯定是能用上的，你也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我会把相关的链接呢也会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如果说我们想要一键代发，比如说在这里面直接搜索一个人作谱，可以看到人作谱就出来了直接帮你一键代发，直接帮你一键导入产品，这儿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以了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包括这个意思它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一些直销产品。我们做电商刚开始，如果说你没有合适的产品，那你就可以选择这种不囤货的这种无货源的一个跨境电商来开始。所以当你想要让你的店铺拥有更强大的一个功能，那你就可以来到它 APP 的一个商店中心来安装更多的一些 APP， 实现一些你想要的一些功能。很多时候这些 APP 的话，它可以代替我们工作不用你去守着。比如说像一些什么邮电营销它都是属于那种自动发送的你完全都不用去管，设置好就 OK 了，设置好时间。那么这个就是 Shopify 那接下来呢，再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Wix。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Wix。那 Wix 的话，第一次的话，你没有账号的话，你也需要先注册一个 Wix 的一个账号这里的 Wix 注册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个 Wix 的话，它很灵活这个使用起来真的因为这个是属于自己搭建的，很灵活很自由。那大家可以先暂停，先把这个链接在描述栏找到，打开你会来到这个页面。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去注册点击这里右上角的一个开始试用。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来注册一个账号，这里输入一个邮箱，接下来设置一下你的密码，这里确认好就点击一个登记。这里我们验证一下，选中这个，那这里验证好了之后点一个登记。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进来了。OK， 这样的话我们的 Wix 的账号呢就已经注册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来创建你的第一个网站，点击创建新站点。这我们选择手动创建，这里我们选择一个网上商店。网上商店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很多网上商店看你的是做什么类目的比如说滑板比如说珠宝比如说自行车呀，比如说宠物粮比如说按需打印那这我简单选一个，比如说网上书店，点击一个继续。接下来可以看到它正在帮我们创建网站。
速度非常的快哈，也就我说话的这一分钟不到。接下来可以看到为你的商店起一个名称哈，比如说这里我就简单输入一个郁金香，把你的品牌名或者你店铺名呢输入进来，这儿点击一个继续，这儿我们先把它关掉哈。它这里告诉我们啊，如果说是订阅它的高级计划，可以享受1年的自定义域名，先不管它，先把它关掉。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哈，我们的商店名称有了，接下来啊只需要几步啊就可以完成我们的网站。那这里有域名的话，你把你的相关域名给它粘贴进来。下面一个是设置一个付款方式，我们这里直接点击它，点一下它。付款方式可以看到它这儿支持的付款方式还是很多啊，什么 Visa 啊，什么 Stripe 啊，什么 PayPal 这些它都是支持的。同样 Stripe 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 Stripe 账号，没有 Stripe 账号的朋友哈，你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怎么样去申请一个 Stripe 的账号？那相关链接哈，我会放在视频的描述栏啊，大家可以在描述栏可以看一下啊。这首先因为我们这一关必须得够哈 ，Stripe 账号。那么你有 PayPal 也可以啊 ，PayPal 同样它是也要 PayPal 的企业账号才能连接商店啊 ，PayPal 的个人账号是没有办法连接的。那这个上面你还可以选择国家啊，这儿不同的国家的话，它的收款方式也不一样。比如说国家这里你可以更改，点这个更改。那这儿我选一个，比如说选一个美国。选了美国之后，可以看到啊，你可以用什么啊 Google 啊，它的付款方式呢又多了一些哈 ，PayPal 这些啊，这里面都有。这里你可以啊有相关的，你可以直接去连接，还可以这下面还可以设置一个什么手动付款。你上面啊你的营业地点到这里一定要来改一下。那付款方式设置好之后，就是添加你的第一个产品啊，这儿直接去点击一个添加产品。英文不好的小伙伴可以跟我一样哈，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哈，这样就可以中英文对照哈，都可以看。接下来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呢会有一些商品啊，这个里面是它里面的一些演示的一些商品哈。这儿呢你可以直接在这里点击去添加一个新的商品。比如说这里有实物商品啊，比如说 T 恤啊、鞋子、滑板啊，也有一些数字产品，比如说电子书啊、按需打印的哈，这里都可以选。那我举个简单例子啊，你比如说去填一个实物产品，接下来你可以添加图片啊，添加视频，输入你的产品名称、产品描述，在这里设置好你的定价啊，这里面呢，比如说你的成本是多少，利润是多少哈，这儿直接设置好。比如说你的产品有不同的尺码呀、什么颜色呀、材料这些，你可以在这里来添加啊。产品的一个库存跟踪啊，你的一个货号哈，还有包括它的一个重量，这些都可以填写。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还可以创建这个产品类别，全部都已经弄好之后，就直接点击这里一个保存了，这样你的第一款产品就已经上架成功了。我们点击左边这里这个键返回，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设置。接下来就是一个配送啊，一个运费呀、配送这些哈，去设置一下。接下来就是去设置你的这个网站，接下来就是上线你的独立站啊。这儿可以看到啊，这儿去设计你的网站啊，这儿模板它很多哈，我们可以点击上面啊，这里有一个模板，我们直接点击一下它啊，它里面有很多的模板。那他问你呢，使用 AI 设计呢，还是说使用自定义的模板？我们选择这个自定义的模板去看一下。那么你可以根据上面的一些分类哈，可以看到它这上面这里面有营业的哈，有一些什么咨询类的，有工业的，有健康的，有时尚的，有餐厅这些非常多哈。商店方面的哈，电子商务的这些也有啊，还有这些什么设计类的哈，音乐呀、创意呀这些有啊，还有关于社区方面的，还有个人博客这些哦，真的非常的全面呢。那我们选一下这个商店来看一下。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啊，这些其实都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些网站，非常专业的一些网站。这一篇没有喜欢的，你可以点击下一篇啊。这儿还有宠物方面相关的哈，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来点击这个啊，来预览一下。这个我们先关掉啊。说实话，它这里面的模板还是非常不错的。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的有设计感的。如果你觉得这个还可以，那么你可以直接来用这个模板来布局你的商店。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搭建网站哈，搭建这些独立站，你不需要懂代码啊，这些现在这些建站工具直接都可以帮我们搞定。那它除了可以看到，除了有 PC 端，还有一个手机端，手机端非常重要哈，这里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模板还可以哈，你可以看一下，其实它的适配性很强哈，不管在什么上面哈，它展示都可以哈。PC 端，那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这里来编辑它。那它这里问你是否需要用 AI 来增强你的内容，那么这儿不需要，我们这儿先把它直接关掉。
好，那接下来就到了这个编辑页面了。每一个区块可以看到每一个模块哈，这里它都可以编。这里有个快速编辑哈，选中之后这里就有一个快速编辑啊，这里你直接包括这里面的啊，你可以直接去点击编辑。编辑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背景图，你想换图也是可以的哈。上面的文字这些都可以改。所有的改完之后呢，直接点击一个发布就可以了啊。这个页面我就不给大家多讲了啊，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产品来改。那我这儿关掉。那其实只需要几步哈，你就可以完成你的独立站的一个搭建。但是和 Shopify 相比的话，我觉得它设计啊，它的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模板哈，它的设计啊要比 Shopify 要好看一点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功能没有 Shopify 那么齐全。这几个地方你只要把它设置好啊。这里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连接一些支付方式的话，我们先要去把运费给它设置好。那这里运费设置的话，它也非常的灵活哈，你可以按地区价格设置配送方案。那它这个和 Shopify 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它里面的一些扩展的功能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来到左边，这里有个 APP 的一个应用程序，我们直接到这个应用市场点击一下。它里面也有相关的一些 APP 哈，但是它还是没有 Shopify 里面的 APP 那么多哈。但是它里面也有一些哈，也有一些是可以选择的，大部分的啦它还是有。比如说什么电子营销啊，还有一些什么 AI 导入器啊这些，还有这个什么营销类的哈，还有社交类的，还有这种评论的一些插件，那你都可以把它呢加到你的站点里面来增加你的独立站的一个功能。那如果你稍微对电商稍微有那么一点了解哈，你可以用 Wix 来搭建一个专业级的这种网站，还是非常的省力哈。我们除了这些 APP 插件以外呢，它里面的一些模板也还是非常多的。鼠标回到顶上这里啊，我们找到这里一个应用市场啊，直接点击它。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页面哈，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些模板啊，这边还有一些分类哈，你可以根据你的网站的一个品牌类别来筛选啊对应的一些模板。你可以根据你的行业哈来进行选择哈，你也可以买因为它这些模板呢都是属于一个付费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些网上的商店哈，这都是属于网上销售东西的它有基础的一些哈，也有再高级一些贵一点的。比如说这个呢，就要300多美金哈，也有90多美金的也有。那还有这种只需要39美金这个模板的话，你可以这里都可以自己来选一个哈，都是有便宜有贵的。那么贵的话，它肯定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哈，它建站它的工具这些可能会更多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是不懂设计的哈，那你也没有办法自己去一块一块的去搭建哈，所以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现成的哈，设计好的这种。那如果说你想试一下看一下到底是这个 Wix 好用还是这个 Shopify 好用的话，那你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推荐的这个链接来去进行注册。那么这些链接都是我们的这些合作伙伴提供的哈，它不但不会收取一些额外的费用呢，有时候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优惠哈，比如说就像 Shopify 它的活动有的时候会有些不一样。或许你过段时间看的话，它前3个月3美金的这个优惠活动就没有了。这些优惠的话官网是拿不到的哈，所以大家要注册的话就通过我下面的链接去注册。看到这里，如果说你还拿不定主意了，到底是要使用 Shopify 还是使用 Wix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价格的一个因素来确定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两个之间的一个价格。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设置，通过这里一个套餐，这里选择套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 Shopify 的套餐。我们在选择这个套餐之前呢，一定要先选择一下你的店铺的所在的一个国家哈，因为它不同的国家的话，它的收费会有那么一点不同。这里呢，比如说我选择的是美国哈，那如果说你选的是什么日本啦、什么韩国这些你的套餐价格可能会有所不同哈，但大体上呢相差不会太多。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它这里提供了4个套餐，但我们使用最多的就是前面3个。那个人使用更多的使用了这个第一个哈，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人的店。第一个就是一个基础版，第二个是属于一个适合小团队的一个标准版，第3呢这个是一个高级版，第4呢是一个企业版。那这种企业版哈，我们就直接把它抛开不说了，因为它这种是一些大型的企业专门为一些大团队大公司准备的，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我们就如果说你是刚开始，那你就选择这第一个就可以了哈。可以看到它之后前3个月是$1，那么3个月之后可以看到它是$39一个月。这个版本它该有的功能呢基本上都有你可以建完整的一个电商网站上传不限数量的一个上传完整版的一个在线商城你也可以查看一些基础的一些运营报告，还有呢自带购物车仪器的一些功能。那还可以轻松发货还有10个库存地点所以我们选择最低配的方案呢，都可以满足一个小型的电商创业特别是初创的这种。这几个套餐呢，唯一区别不同的是它的一个手续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费相当于是我们手续费。那你的版本越高比如说你的月租越高你的一个在线交易的手续费就越低。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它的交易手续费是2.6，我们看一下这个 Plus 版本的就只有2.25。还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支付服务商提供的一个支付网关的一个费用。因为我们在 Shopify 里面收款的时候呢，市面上有很多帮你收款的一些平台这个是需要收取一个费用的。那如果说你刚开始的话，建议你可以使用它的一个基础版。那当你后续慢慢越做越好的时候你要扩展业务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中间这个标准版。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每个月费用会高一点，你可以选择按年付，可能会稍微优惠一点。那可以看到第二个基础标准版的话，它有一个运费的折扣，还有加一个保险其实我们如果说你做电商的话，你后期发货量越来越大，运费还有你中间会出现什么丢单这种一些情况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并且呢，它还可以支持5个额外的一个员工账户，属于你有几个人了就可以使用这个。如果说你是中型以上的团队来运营电商的项目呢，你就可以考虑高级版。高级版的话1个月是399，那么它的功能就更加全面了它比如说一个什么报告分析还有全天候的一个支持，还有一个自动计算费用运费，并且呢有15个员工账户基本上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一些中型企业的一个需求。那这个就是一个 Shopify 的一个价格。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Wise 的一个价格。Wise 它同样也是有4个套餐。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它的一个入门级的每个月是$17，那么它有包含免费域名1年有2GB 的一个空间，还有一个多云托管，还有2个协作账号，就相当于有一个子账号从性价比上来看其实还可以，但我们这儿需要注意一点，因为它是没有一个商品功能，看一下完全没有也就是说它这个基础版本呢是没有商品销售的这个功能。如果说你要卖东西的话，那这个版本就不适用如果你真正做电商的话，那就不行，那你只能把它拿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网站。那你要想卖东西的话你就要选择 Core 方案。那1个月呢大概是$29，因为这个它是支持一个收款功能，基本上电商的一些管理功能呢都有它还支持5个子账号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基本的营销套件。那如果再往上高一档的话，可以看到它的商务方案功能，商务的一个套餐每个月是$39。这些价格方面的话，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变动比如说你今天看了是39，那么你过一段时间看到这里它有可能会40或者41或者是37.8这种它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变动。那这个商务版本的话，它的功能就更加齐全了，还附带一些标准的一些营销工具包这营销一些套件。如果说你想要体验 Wix 的一个顶配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一个最高级的版本商务精英，就是它的一个企业版，每个月呢也大概也就是$159，但它提供了更高级的一个电商功能，还有无限的一个云储存空间无限的储存空间，还有一个开发者的一个平台支持。如果说你可以自己定制插件的话，或者说正在做更高级的一些功能的拓展，从一些专业的一些角度来看的话，那 Wix 自由度确实会更高一些Shopify 它还是没有了那 Shopify 它相对来说要局限一点，特别是要做一些什么网页设计这一块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专注于电商的一个网站。如果说你想做那种什么博客什么作品或者官网想要做个什么设计再加个商店综合型的这种网站，这个 Wix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它有它的局限性，你选择套餐
你想要便宜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支持电商功能。虽然便宜功能有限所以从定价的结构上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两个平台在做项目，你会意识到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差距还是很大。虽然都是建站工具但是电商网站都能搭建电商网站就看你这两个平台你的一个侧重点，还有你的玩法是怎么样玩，还有它适应的一个人群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 Shopify 就算你完全没有接触过建站，那这个其实简单几步就可以轻松上手，功能都齐全了你就上架一个产品简单装修一下店铺，它非常适合新手非常的人性化，特别是对于第一次使用的这种就完全基本上在这个独立站搭建这一块的话，你是操不了什么心顶多就是后期的一些什么选品一些什么店铺这些商品的一个推销商品的一个推广在这个方面呢，可能会要花费你一些精力。还有一个模板的一个区别就是刚才给大家所看到的它的一些模板的一个区别。那模板的话，其实 Shopify 它也有20多个它这种20多个都是属于免费的。这种免费的如果说你初期的话，这种搭建出来也还是可以的选择呢还算是比较多20多个，而且这些直接模板套用也不用写代码。当然，如果说你对你自己店铺要求更高，你也可以选择付费的话，价格刚才给大家讲了，反正高低都有但 Shopify 里面它的一个模板的大概费用都在可以看到100以上甚至有300多的、400多的。那么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模板商店它里面的相关的模板还是比较优惠到时候你也可以导入进来。那这儿直接打开这个链接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这个 APP 的 Envato 它里面不管你用什么来建站你想要什么模板，里面模板会很多那么你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搜索框里面搜索一个 Shopify 这下面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属于可以用在 Shopify 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模板。电子商务的也有可以看到关于一些什么这种需要销售的这些你都可以在这里面来筛选一下。你看可以看到模板有2000多个，电子商务也有2000多个这些模板呢都还是非常不错的主要是看它的价格，比如说都很实惠，比如说79、99什么28的都有69，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00块钱以内的这些模板59看一下89、99在这儿你可以看它基本上没有超过100的。下面你还可以看第2页可以找一些与你的品牌相关的能够适合你的一些模板100块钱基本上就是$100以内的。因为它比起这个 Shopify 里面的这些模板价格确实优惠了很多你看380、400都是动不动就是几百美金的这种模板如果说你想要花少量的钱的你想要一个好一点的模板你就可以到这个网站来看一下，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么总体来说呢，其实 Shopify 它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内置确实也有一些非常强大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可以看到这里面，比如说客户这些关于客户方面的它还有细分，还有客户的一些分组。那在营销方面也是一样，还可以创建一些营销活动比如说什么邮电营销什么 SEO 的优化功能还有什么设置商品的一些关键词提升 Google 的一些搜索曝光这些它都可以帮我们搞定。当然它也还是稍微有一点门槛就比如说你对这些什么数字营销这些不太熟悉初期的话可能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呢来自己来慢慢的来感受一下但是呢其实 Shopify 也有让人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它的一个结账系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一个结账系统。其实现在有很多大品牌他们都选择使用 Shopify 来搭建他们的独立站。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网站它也是使用的是 Shopify 来搭建的，它的一个结账系统比如说这里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随便点进来一款商品这儿直接点击就可以去付款它的结账系统非常的稳定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是很至关重要的一个点如果说别人到你的网站来，比如说要买个东西，那在那里卡半天出现一些付款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直接关掉立马就换下一家了。你可以看到直接点击进来这里输入你的 email 邮箱去付款非常的快捷
这个页面其实它这个网站搭建的非常好，可以看这里面它销售的这些东西。所以使用 Shopify 它自带的一些支付系统，还是你不管你是自带的支付系统，还是第三方的一些平台比如说什么 PayPal 啊、Stripe 啊，它都非常的友好，使用起来都非常的顺滑。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使用这个 Wix 搭建出来的一些相关的网站这儿我就乱点了一个这个的话它也是 Wix 搭建出来的一个网站漂亮还是可以还是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这个 Wix 的话它的自由度就很高它的操作逻辑也非常直观，也不用费脑子。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你看它这里面出去游泳去它也有一个超大型的一个模板库它里面的模板也超过了至少有几百个。基本上你想要建的网站的类型呢，它这个里面基本上都有你看网上商店什么投资营业什么博客什么工业这些等等都有。再加上还有一些 AI 设计工具基本上这个页面还是非常的漂亮这个也是用 Wix 搭建出来的。当然说了这个 Wix 的优点呢，对它也有缺点说它不支持网站的导出。那什么叫导出呢？如果说你哪天你这个网站不想在这个 Wix 上面呢，你想迁移到别的平台，比如说什么 WordPress 但是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一键给你打包导出你只能手动的去做一遍，非常的麻烦对于后期你想要做大，打算以后扩展业务所以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个 Wix 它还是比较适合这种小型的工作室比如说一些个人的一些博客什么一些写真比较适合个人模板多，自由度高加上内建的各种工具很多吸睛的一些页面。那后期如果是你还是要想发展的大更强的话，那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看看要不要使用这个 Wix。那么你要整个什么个人博客这些整个简单的这种销售页面也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最后呢，到底是要选 Shopify 呢，还是选 Wix 就看你建站的一个核心诉求是什么那么你看中的到底是这个电商的一个功能比如说什么后台的一个管理支付系统要稳，营销工具要专业，那么 Shopify 就更适合你，因为它是专门为电商量身打造的一个平台。但如果说你想要的一个自由度更高想要扩展成一个网站、博客以及官网这种多功能性的网站的话， Wix 显然它更有优势因为它的灵活性确实非常的强。到底哪个更合适呢？完全取决于你的一个需求还有你的目标，其实两者大差不差只是适合的场景不一样。最后呢，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说你想要认真的做跨境电商，未来的话你想把你的生意做大，让你的系统更专业，功能更全面，那你就选择 Shopify。 那如果你想要快速上手，操作灵活，自由度更高，那你就选择这个 Wix。 最主要你要想想自己的一个定位和目标，想打算长期品牌长期经营一个品牌，长期运营，还是先试试水。如果长远打算的话，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 Shopify。 两个 APP 的链接这两个工具呢，我都把它链接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大家可以先去注册一下，你自己先去免费的体验一下。 OK，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可以点赞订阅。那么你是零基础的一个新手小白的话，那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之前的这期视频。之前有给大家详细出过一期5小时的一个电商独立站搭建的一期教程这儿来大家也可以来从头到尾的来看一下。OK，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